200元现金，竟然把一群和尚吓得连连后退。在这个扫码付款遍地开花的时代，中国竟然还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宁愿饿死也不碰1分钱，每年徒步上千里，只为一口剩饭。他们身上打满补丁，脚上磨出血泡，背着50斤行囊风餐露宿，却被称为中国最后的苦行僧。更离奇的是，就在大家都在质疑佛教商业化的时候，这群人的存在却让无数村民跪地叩拜。一位89岁的老奶奶竟然扔下拐杖，对着他们的背影不停磕头。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假和尚满街骗钱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过着连乞丐都不如的生活？他们究竟在坚持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群神秘的修行者，看看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宁愿挨饿也不要1分钱。这些僧人来自辽宁海城的大悲寺，这是中国唯一终身不碰金钱的寺庙。每年8月15，这些僧人背起50斤行囊开始行脚。自1995年开始，这个传统已经坚持了近30年。最早的时候，他们每年要徒步3000里路，相当于从北京走到广州的距离。虽然现在因为各种原因缩短到600里，但依然相当于从上海走到南京的全程。20多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份，用双脚丈量了超过6000公里的中国土地。当这些衣衫褴褛、身披打满补丁袈裟的僧人出现在村口时，往往会引起轰动。他们挨家挨户的敲门，不断解释着不要钱，只想讨要一口剩饭。这在习惯了假和尚骗钱的现代人眼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位89岁的老奶奶听说有僧人来乞食，激动地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下台阶。她从屋里拿出几个馒头，小心翼翼地放入僧人的钵中。等僧人们走远后，老奶奶竟然扔下拐杖，双手合十，对着他们的背影不停叩拜。在她眼里，一辈子能遇到真正的僧人乞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有村民掏遍全身口袋，找出1元钞票，想要布施，却被僧人温和地拒绝。大爷愣住了，自己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见到不要钱只要食物的和尚。他赶紧回家，端出自己中午要吃的馒头，全部给了僧人。虽然这些馒头的价值已经远超那1元钱，但大爷脸上的笑容却是金钱买不到的满足。这些行脚僧的规矩之严格，超乎常人想象。他们的乞食时间必须在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之间，过了12点，哪怕饿死也不能再碰1粒米。为什么是9点开始？因为太早会让僧人起贪念，想着多吃一顿。每个僧人最多只能敲7户人家的门，每户最多只能要3钵食物。如果7家都拒绝，那就只能喝水过日子。这些数字看似简单，背后却是对人性欲望的极致考验。如果7家都不给，那就只能空着肚子以水充饥。而在同一片土地上，还有另一群修行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距离大悲寺60公里外，还有一座道元寺，里面住着50多位女性苦行僧。她们同样每年行脚半个月，风餐露宿，但作为女性，面临的困难更加严峻。这些尼众每天同样只睡4个小时，凌晨2点起床，晚上10点休息。行脚时，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手托钵盂，只起食物不要钱。更艰难的是，他们沿途不住旅馆，不住人家，更不住寺院，只能露宿野外。草垛旁、马路边、洞穴里都可能成为他们过夜的地方。有时候，这些女性修行者还会遇到路上死去的小动物，他们会停下来为其超度、掩埋。如果碰到有人家办丧事，他们也会主动诵经祈福。20年来，他们的足迹已遍布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多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修行者，他们都在用同一种方式寻找着答案。那么，在他们的乞食路上，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呢？他们对食物的要求也极其苛刻，不仅所有荤腥食物不能碰，连鸡蛋、牛奶都不能接受，甚至连葱、蒜、
韭菜这些五行之物也要拒绝。如果误收了不敬食物，必须当面退还给施主，并且要耐心解释出家人的饮食禁忌。更让人震撼的是他们的住宿条件，他们不住旅店，不住寺庙，甚至不住任何人家。每天晚上，他们就在野外铺上塑料袋，钻进简陋的睡袋过夜。田间地头、桥洞树下都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下雨天，他们就穿着雨衣在塑料袋里度过漫漫长夜，有时甚至要在雨中徒步行走。最让外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们有时甚至会选择在坟地过夜。僧人们会围坐在坟墓旁边，为死者念经祈祷，在生死面前参悟人生无常。这种看似恐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直面生死，警示自己众生平等，不能生起攀比傲慢之心。为了防止产生攀缘心，他们甚至连民房的屋檐下都不肯躲。住持解释说，如果贪图享受，心里就会起分别念，今天住了这家，明天就想住更好的，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要，这样心才能清净。他们的行李也极其简单，除了佛教规定的18种物，三衣、钵、坐具、锡杖、香炉、净瓶、手巾、刀子、镊子、绳床、经律、佛像、菩萨形象等必需品外，几乎一无所有。50斤的行囊装的全是修行必需品，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在这些行脚僧的乞食路上，人间百态一览无余。每一次敲门都是一次人性的考验，也是一面照射人心的镜子。但这只是乞食路上的开始。在这条路上，他们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温暖也有冷漠，有理解也有误解。更让人震撼的是，当所有的门都对他们关闭时，会发生什么？有的村民刚开始会充满戒备。一位老奶奶听到敲门声，透过门缝看到几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立刻警觉起来。近些年假和尚骗钱的事情太多了，她不敢轻易开门。但当她听说这些僧人不要钱，只要食物时，态度立刻发生了180度转变。她连忙从家里拿出热腾腾的馒头，生怕怠慢了这些真正的修行人。更多的时候，村民们表现出的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一位拄着双拐的残疾人，听说有僧人来乞食，竟然扔掉拐杖，用双手在地上爬着去给僧人拿食物。他的妻子心疼的想要阻止，但老人执意要亲自布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积福机会。有位89岁的老爷爷，得知僧人们是从辽宁一路走到山西，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颤颤巍巍地从家里端出一大碗碎馒头片，那是他自己的午餐，甚至可能是一天的口粮。但他毫不犹豫地全部给了僧人，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这位老人可能并不懂什么深奥的佛理，但他知道这是在做好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面。有些人的反应让僧人们深刻体会到了人心的复杂。有时候僧人们会遇到完全不理解的人。一位村民听说僧人不要钱，困惑地问，那你们出来干什么？在他们的认知里，所有上门的人都是为了钱来的，不要钱的目的让他们无法理解。最感人的场面往往出现在最贫困的家庭。一位生活拮据的老人，家里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食物，但他翻箱倒柜，最终找出几个干硬的馒头。这些馒头可能放了好几天，在常人看来已经不太能吃，但僧人们毫不嫌弃地收下了。对于这些修行者来说，食物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施主的那份心意。有时候施主给出的食物掉在了地上，僧人们会一点点捡起来，不浪费一粒粮食。这一幕让旁观的村民彻底震撼了，他们终于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修行人。在乞食过程中，僧人们严格遵守着各种戒律。如果遇到女施主，他们必须保持距离，不能直视对方，更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食物必须由施主放在地上，然后僧人再拾起。在狭窄的胡同里，如果遇到女性，僧人们会主动退回，让对方先过。得到食物后，僧人们从不独享，他们会将所有起来的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即使是馊掉的食物，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千家万户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在他们看来，
这些食物都带着一种特殊的清凉味道。但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僧人们面对困境时的坚持。在一个偏远山村，僧人们连续敲了7户人家的门，要么没人在家，要么被直接拒绝。按照规矩，他们只能空腹度过这一天，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福报不够，需要更加精进修行。然而，当夜幕降临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僧人们即将面对的是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内心的恐惧与孤独。更极端的情况是，他们宁愿睡在坟地旁边，也不愿进入民房休息。深秋的夜晚，寒风刺骨，但僧人们就裹着简陋的睡袋，在墓碑旁边打坐念经。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断掉攀缘心，同时也是在参悟生死无常的道理。坟墓的主人躺在里面，僧人坐在外面，生者与死者如此接近，让人不得不思考生命的意义。雨夜更是考验。当大雨倾盆下时，僧人们不会去敲任何人家的门求助，而是穿上雨衣，钻进塑料袋里硬撑。有时候雨水会浸湿全身，但他们认为这是修行的一部分，是在消除业障。这种种经历让旁观者不禁思考，这些僧人的内心到底有着怎样的力量，能够让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持。其实，在寻求内心安宁的道路上，每个修行者都有自己的选择。行脚僧选择在红尘中磨练，而在中国，还有另一群人选择了更加极端的方式。如果说行脚僧是在红尘中修行，那么终南山的隐士们则选择了彻底与世隔绝的道路。在这座被誉为天下第一福地的山脉里，住着800多位苦行僧，他们过着比行脚僧更加极端的修行生活。一位在狮子茅棚修行的老和尚，他从1996年就上山了，发愿不正果不下山。这一住就是20多年，期间从未下过山。这位老和尚每天的作息极其规律，凌晨3点起床打坐诵经，日出后打扫庭院，挑水劈柴，上午诵经念佛，下午继续坐禅，晚上8点就休息，一天只睡4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的食物来源主要靠山上的野菜，春天有荠菜、苦菜，夏天有各种野果，秋天有核桃、板栗，冬天就只能吃一些干粮和腌菜。有时候实在没有食物，就只能喝山泉水充饥。他笑着说，我们出家人还有什么害怕不害怕的，连生死都不要了，还有什么害怕不害怕？然而，正是在这种极度简朴甚至近乎原始的生活中，这些修行者声称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一位在山中住了15年的居士说，山里面很美的啊，特别是秋天，整个山上都像一朵大花朵一样，红的绿的黄的，特别好看。在他们眼中，物质的匮乏换来的是精神的富足。与行脚僧相比，终南山的隐修者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行脚僧在人群中磨练，他们在孤独中修行；行脚僧通过接触众生来降服内心，他们通过断绝外缘来净化心灵。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超越世俗的执着，寻找生命的真谛。无论是行脚僧还是隐居者，他们都在延续着一个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500多年前。公元7世纪，一位叫玄奘的僧人从长安出发，徒步西行5万里，历经19年取回真经。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但真实的玄奘比小说中的唐僧更加传奇。玄奘西行时，没有孙悟空保护，全靠一己之力闯过800里沙漠，翻越帕米尔雪山，穿越匪患横行的丝绸之路。他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佛法，成为名震天竺的高僧，最终带回佛经657部，翻译了1335卷经典。玄奘不仅是伟大的翻译家，更是中国行脚僧的鼻祖。从那时起，中国佛教界就有了行脚的传统。唐宋时期，游方行脚的禅僧遍布天下，他们抛开佛像佛经，游荡在一座庙与另一座庙之间，在行走中寻找自己的本来面目。明清时期，这种传统得以延续。近代高僧虚云和尚从普陀山3步一拜到五台山，历时3年，成为佛教史上的传奇。
然而，这个延续了1500多年的古老传统，在进入21世纪后，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来自佛教界内部的商业化浪潮。走进今天的很多寺庙，你看到的不再是青灯古佛的清净道场，而是充满铜锈味的商业机构。功德箱随处可见，有的甚至装上了二维码，支持微信、支付宝转账。烧香要买头香，拜佛要交功德费，抽签算命明码标价，就连喝口圣水都要花钱。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大师的奢华生活。网上流传着无数张照片，僧人开着价值100万的豪车，住着装修奢华的别墅，戴着名表，用着苹果手机。有的方丈开法拉利，有的住持住四合院，有的大师坐私人飞机。网友们看到这些照片后，纷纷调侃说四大皆空，换来的是钱包不空。大师嘴里说的渡劫，渡的原来是保时捷。怪不得我许的愿不灵，原来香油钱没到佛祖手里，都进了大师的车库。这一日3餐都吃素，奥迪只是代步。你笑大师不吃肉，大师笑你没奔驰。但真正让人触目惊心的，还是那些披着袈裟的惊天骗局。2010年，内蒙古警方端掉了一个假和尚犯罪集团，头目赵国正父子招了200多号人，他们剃光头，穿僧袍，冒充少林寺和尚，到处抢卖佛门法器。更嚣张的是，他们多次冲击警局，袭击警察，简直无法无天。最终，这个犯罪团伙146人全部落网，父子俩分别被判刑12年和5个月。更离谱的是，香港的假尼姑弑质定案。这个原名史爱文的女子，表面上是看破红尘的住持，实际上却先后和2个和尚登记结婚。她挪用善款3950万元买豪宅，每个月光给狗买狗粮就花5000元。房间里藏着无数大牌衣服、化妆品，甚至假发。最讽刺的是，这个尼姑晚上开豪车回比华利山的别墅，白天却在寺庙里哭穷要捐款。近年来最轰动的要数和尚爸爸盗录案。这个打着救助孕妇和弃婴旗号的假僧人，10年间骗取善款高达1000万元。他在直播中抱着孩子，背后挂着收款二维码，一边说着感人的慈善故事，一边用善款给小三买几百万的豪车。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被他救助的31名儿童，实际上住在潮湿简陋的环境里，甚至遭到殴打。而道路本人早在2014年就被寺庙除名，连宗教资格都是假的。这样的对比让人不寒而栗。假和尚开豪车住别墅，真行脚僧连200块钱都不敢碰。假和尚年收入1000万，真僧人一天只吃1顿剩饭。假和尚在豪华别墅里养小三，真僧人在坟地旁边打坐念经。他们坚持不收钱的传统，在很多人眼中反而成了异类。这个问题折射出现代人对金钱的依赖已经到了无法理解非盈利行为的程度。更严重的是，假和尚的泛滥让真正的修行者也受到了冲击。街头巷尾经常能看到一些头戴僧帽、身披袈裟的人主动上前化缘要钱，他们往往操着外地口音，拿着假证件，专门骗取善良民众的同情。这些人的存在让普通人对所有上门的僧人都产生了戒备心理。一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这个社会假和尚太多了，我们都分不清真假了。正是因为这种不信任，真正的行脚僧在乞食时经常会遭遇白眼和拒绝，有的人甚至会直接把门关上，生怕被骗。真假和尚的辨别确实不易。假和尚要钱要物，真和尚只要素食。假和尚会主动推销各种法宝，真和尚从不做买卖。假和尚往往单独行动，真和尚多是集体行脚。假和尚戒律松散，真和尚严格持戒。但这些细节，普通民众很难在短时间内分辨清楚。这种真假难辨的现状，让真正的修行者也深受其害。大悲寺的行脚僧经常被村民质疑：你们真的不要钱？不会是新的骗术吧？有的村民甚至会拿出手机搜索大悲寺是不是骗子，生怕上当受骗。一位行脚僧无奈地说：现在假的太多了，把我们真的都给埋没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假的就不坚持真的。
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坚持本来的样子。以前的人过世还有人守孝，现在的人过世死了就死了，再见了也就，对吧？现在属于末法了，然后对佛法越来越不认同了。一位行脚僧的话道出了传统文化面临的深层危机，不仅是佛教，整个社会的精神追求都在物质化的浪潮中迷失方向。2020年，最后的打击到来了。大悲寺因为消防和安全设施不达标，被要求限期整改后关闭。这座被誉为中国寺庙最后一片净土的道场，终究没能抵挡住现代化的冲击。寺庙关闭后，那些坚持了23年的行脚僧不知去向，这个古老的传统也面临着断绝的危险。网友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表示惋惜，连最后一块净土都保不住了，以后上哪里去找真正的修行人？大悲寺没了，中国佛教的脊梁也断了，这种失落感反映出人们对精神家园消失的深深忧虑。与此同时，社会上对宗教的误解也在加深，很多人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视为迷信，把所有的出家人都当成骗子。在这种氛围下，即使是真正的修行者，也很难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一位研究宗教的学者指出，当一个社会完全被金钱逻辑主导时，那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精神追求就会被边缘化。行脚僧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真正的修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心的境界。一位禅师说，心安了就是道，哪都是修行。你在家也是一种修行啊，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也是修行啊。这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并不妨碍修行，关键在于如何在红尘中保持内心的清净。行脚乞食只是修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但问题是，当外在的修行形式都消失后，内在的精神追求还能保持多久？这个古老的传统在现代社会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面对质疑和误解，这些行脚僧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一位法师曾经被人骂作假和尚，他的回应却让人深思：如果说我送你礼，然后你不要的话，这个东西最终属于谁啊？他是不是还是归还到我这里？一样的嘛，就比方说有人骂你，你不接受的话，那就回到他的身上。这种智慧体现了修行者的心境，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不因他人的误解而动摇。他们明白，真正的敌人不是外在的困难，而是内心的贪嗔痴。去年刚从寺院出来的第20天，一位行脚僧出了车祸，被一个老头撞成骨折。当时还有很多人骂他碰瓷，说他是假和尚。但神奇的是，撞人的老头后来一只眼睛都睁不开了，而这位僧人却没有丝毫怨恨。他平静地说，当时他撞完我之后，他还没有感觉到惭愧。这种因果报应般的巧合，让人不得不思考，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冥冥中的力量。另一位在路上修行了8年零3个月的妙海师傅，从五台山一路磕头到拉萨，额头上磕出了黑色的老茧。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简单的回答，这是信仰，这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在他看来，修行没有捷径，只有用身体的痛苦来换取心灵的解脱。一位法师说，现在欲望太多了，该你的永远是你的，不该你的争也争不着。这些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现代人焦虑的根源，欲望太多，而内心太少。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却失去了内心的安宁。最让人震撼的是一位法师的开悟之言，人生真的有方向吗？你拼命追求成功，成功了又怎样？还不是一样迷茫。真正的方向在哪里？在心里，只有内心安宁了，才不会到处漂泊。这种超越世俗成功观念的智慧，在追求效率和结果的现代社会显得格外珍贵。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方向不在外面，而在内心。真正的成功不是物质的积累，而是心灵的安宁。也许，这就是这些行脚僧给现代人最大的启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还是内心的
那份宁静致远。30年来，这些行脚僧背着50斤行囊，徒步万里，用最笨拙的方式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永远不能标价。假和尚开法拉利数钞票，真行脚僧连200块钱都不敢碰。也许他们是不合时宜的傻子，但正是这些傻子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富有不在于银行卡里有多少个零，而在于内心有多少份安宁。2020年大悲寺被迫关闭，但我相信，只要还有人不愿被金钱绑架，这种精神就不会消失。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人人都在追逐财富的时代，你愿意为了内心的宁静，放弃多少物质享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还请点赞、订阅和转发，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最后的坚守者。我们下期再见。